第77章断其要路。米特尔拍卖场后客厅，整洁的桌面之上摆放着小小的玉盒，玉盒之中一枚龙眼大小的淡青丹药正安静地躺在其中，丹药表面圆润而富有光泽，浓郁的异香从中飘散而出，让得人心旷神怡。望着玉盒中的丹药，作为拍卖场的主事人，亚菲与古尼脸庞上的欣喜几乎难以掩饰。目光透过黑袍瞥了瞥有些失态的两人，萧炎暗暗地摇了摇头，心头戏谑道：如果他们知道这枚聚气伞不过是要老偷工减料炼制出来的，会是何种表情？萧炎所拿出来的这枚聚气伞与他以前所服用的那枚品质明显不在同一个档次，然而即使是这般，这枚由药老随意炼制而出的聚气伞也给亚菲与古尼带来了不少惊喜。老先生的炼药术真是让人佩服，这枚聚气伞的品质恐怕都能与一些五品炼药师所炼制的聚气伞相比了。再次深看了几眼这枚淡青丹药，古尼由衷赞叹道。黑袍下苍老的声音淡淡的笑了笑，道：两位把丹药收好吧，帮了这么多忙，不答谢一下，我心里总有些疙瘩。哼，老先生实在太客气了，您是客人，我们只是尽分内之事而已。玉手小心翼翼地端起玉盒，亚菲明眸中眼波流转，嫣然笑道，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这话别说是药老，就连萧炎也是在心中嗤之以鼻。若真照他这般尽分内之事，恐怕米特尔拍卖场早就倒闭了。从怀中取出一卷纸张，萧炎将之递给亚菲，苍老的声音笑道：麻烦帮我准备一下上面的一些药材。殷切地接过纸张，亚菲快速地瞟了几眼，笑盈盈地应了下来。经过上次的教训，他现在可不敢再表现出任何的迟疑。招手叫来一名侍女，亚菲将纸张交予他，然后吩咐其速速准备。端过身旁的茶杯，萧炎轻抿了一口，心头忽然一动，略微沉吟，苍老的声音缓缓传出：亚菲小姐，我想问个事。听着药老开口，亚菲嫣然一笑，轻声道：老先生请说。加列家族在这里购买了不少药材吧？药老淡淡地问道。闻言，亚菲心头微紧，妩媚的俏脸微变，偷偷地与一旁的古尼对视了一眼，沉默了一会，方才迟疑地道：上次加列家族的确在拍卖会购买了将近10万金币的药材，而这些药材也都具有一些止血疗伤的效果。微微点头，苍老的声音突兀地沉默了下来。瞧着面前的黑袍人这般模样，亚菲心头顿时有些忐忑了起来。他早已知晓前者准备帮助萧家，而现在拍卖会又卖了这般大量的药材给加列家族，难保这位不知脾性的老先生会不会对拍卖场抱有一些怨气。大厅中的气氛缓缓地沉闷起来，望着一直不说话的黑袍人，亚菲有点坐立不安了起来。若不是一旁的古尼不断用眼色制止，恐怕他早已经想要开口询问了。你们其实也应该知道，我上次买那么多药材是想干什么吧？良久之后，苍老的声音终于打破了沉闷。贝齿轻咬着红唇，亚菲轻点了点头，低声道：老先生是打算将这些药材炼成疗伤药帮助萧家吧？在刚才来之前，我已经把炼制出来的疗伤药都给了萧家。微微点头，药老沉声道：或许再过2日时间，萧家与加列家族就将会开始用疗伤药争夺乌坦城方士的人气。对于这种话题，亚菲也不知如何开口，所以他只得聪明地保持着沉默。炼制疗伤药需要大规模的低级药材，乌坦城中除了米特尔拍卖场能够如此大量提供之外，别的药材店都没这能力。见到亚菲没有说话，药老依旧自顾自地道：后面2个家族在疗伤药上的比拼，除去疗伤药的价格与品阶之外，充足的炼药材料也是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希望米特尔拍卖场以后能够拒绝向加列家族提供药材。药老的话音刚落，萧炎的视线便是透过黑色斗篷紧紧地盯着身旁这妩媚的犹如狐狸精的成熟美女。她在乌坦城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2个月，所以2个月之内他必须帮助父亲搞垮加列家族，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地随药老外出修行。听着药老此话，亚菲俏脸微变，有些为难的道：老先生，
我们米特尔拍卖场有过规定，不能参与任何家族间的战斗。如果我们答应了老先生这要求，那也就等于是在间接帮助萧家，这不符合我们的规矩啊。我可以再免费为你们炼制2枚聚气伞。药老平静地道。老先生，这不是丹药的问题，真的，2枚聚气伞的诱惑，让的亚非玉手不由自主地颤了颤，不过他还是努力地坚持着。3枚。老先生，亚非苦笑，一旁的古尼也是脸皮狂抽，3枚聚气伞，这起码得值50万金币左右吧？5枚。淡淡的苍老声音毫不留情地狠砸着亚非心中的底线。嘶，狭长的美眸缓缓紧闭，亚非轻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半晌后猛然睁开，苦笑道：老先生，您赢了，以后米特尔拍卖场不会再向加列家族提供一株药材。亚非小姐的定力也实在是让我有些意外，1月之后我会把东西带过来，当然前提是米特尔拍卖场没有让我失望。药老淡笑道。老先生请放心，孰重孰轻，亚非心中非常清楚，好歹也是在拍卖场中历练了几年时间，所以亚非也是迅速地平复下了心情。加列家族的价值与一名4品以上炼药师的价值，两者基本是毫无可比性，做这种选择题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选择的时候争取到最大的利润，而现在的这种利润，亚非已经很满意。